小 F 今天这支影片呀，就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小 F 这条线路，哎，看得见吗？就是难府的这条线路完成喽，今天打卡一下，所以呢，制作这种影片跟你们分享一下小 F 如何租这个摩托车，租摩托车的一个要点，环游这个山路，还有呢，这个山路具体的骑行有哪些注意的要点，在这支影片当中也跟你们分享一下哟。好，第一个先说一下这个租摩托车呀。就是你们不用担心，因为小 F 没有从清迈骑到这个难府，因为中间啊，差不多你开车或者骑行的话，得至少3个半到4个半小时左右。那小 F 呢选择的是自己坐大巴从清迈来到那个难府，虽然时间长了一点，但是整个行程呢就是非常的轻松，你在大巴上可以吃吃喝喝，对吧？甚至还有洗手间在这个大巴上面。所以到了难府以后呢，你可以选择租这个摩托车。那租摩托车的价格呢也是不等，从350泰铢到800、1000泰铢都有。那刚开始的时候，小 F 还问租摩托车的老板说：“哎，为什么这边难府的租车价格要比清迈要贵一些呢？”然后租摩托车老板娘说：“因为在这边出租摩托车的这个店也就2、3家呀，是吧？物以稀为贵，当然整个价格。”清迈竞争，你们是知道的。第二点呢，你要跟这个租摩托车的老板要说，哎，你要去什么地方呀？整个一个线路呀，多少天呀？你要跟这个租摩托车店的人呢要说清楚，因为他们非常有经验，会根据你的身材、体型推荐给你。当然还有价格，推荐给你适合的这个摩托车。那小 F 刚开始呢，还是想租那个就是有踏板车的这种自动的。后来老板娘说，因为你需要上坡嘛，这个上坡的话，可能还是至少是125以上的这个摩托车，这个一个人的话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但是小 F 在路上的时候遇见了一位40多岁、快50岁的大哥啊，泰国人，他是开着一辆110cc 的这个小型的摩托车，跟小 F 在清迈的这个城市通行的这个摩托车是一模一样，他居然也上来了，也上到了这个高山上面。所以如果真的是你要有决心的话，你懂得这个驾驶，懂得这个安全行驶的话，我想任何一辆车都不是什么问题但是最好还是你先要有这个基底，然后再听一下当地人的这个意见是最好的顺便也提一下呀，那如果你是开车的话呢，小 F 也是建议至少是1500以上的这个车，因为车本身自重很重嘛，所以有些坡爬起来的话，可能1800、200，我觉得会轻松很多。那小 F 的这辆摩托车呢是机械的嘛，搅动版的，所以呢整个花费呢也是它开价是350泰铢一天，但是因为小 F 有租了1个星期，所以他最后给到小 F 价格呢是300泰铢一天，所以小 F 觉得这个性价比还是不错的。然后整辆车呢也不是很重，因为小 F 常常停车的时候这个摩托车自己会倒下来，因为小 F 的力量不够呀，所以经常会这个摩托车会倒下来，然后呢就没有这个力气再把它扶起来，需要叫人帮忙一起扶起来。这个也是给到你们的一个建议哦。那第二个就是我想跟你们说一下这个线路的问题。那这个线路呢它是一个环嘛，是一个圈圈，你可以选择从顺时针开始，也可以逆时针。那小 F 选的是逆时针环这个线，为什么呢？这个线路其实就跟小 F 在老挝的时候一模一样，我会选择最后一天直直的从这个山路上面直接开到这个城市里面，当中不需要停什么，因为都是笔直的路嘛，所以最后一天大部分的时间也是花在路上的，比较无聊所以小 F 会把这个路段的时间是花在这个最后一天。但是有很多人，当地人、泰国人他们会选择就是这样顺时针来环这个线路这个你们自己来参考。那逆时针的好处是因为小 F 刚开始的第1天和第2天走的比较慢但是它的景点会比较多，有经过这个3号路呀、0号公路呀，就是起伏刚刚开始起伏的那一些弯道还是挺漂亮的。在第3天的时候你可以选择上到最高点，就是这个1715这个最高峰。打卡对，有
方，小 F 也要吐槽一下呀，因为小 F 选的是热季出行，两边呢，在刚开始爬坡的时候都是黄色的，就是那种枯草，或甚至是有些山民已经把这个山烧下来的这种黑色的痕迹，风景呢远不如你们到时候选择在冬季或者是在雨季出行的时候那么美丽我相信那两个季节，如果小 F 再重走一遍的话，一定会选择这两个季节再去走一下。那这个两边的风景是超级超级无敌的，很漂亮很漂亮，因为山谷够深嘛。那以1715走完最高点走完以后呢，基本上就是一路在往下走。往下走的时候，可能会经过有一个非常漂亮的景观点，是一个 U 型道的一个点，还有一个天空之路。据泰国人说这是这个泰国国内最漂亮的一条山路我也是看了他们的这个评语才决定下决心要把这个线路给环下去。你们可能在照片上会看到这条路呀，哇，真的是看上去很陡呀，但是真正你在骑行这个路上，只要你骑得慢一点摩托骑行、自行车骑行哪怕你开车，最重要的一定是慢，安全第一骑的时候不拍照、不看风景专心致志。你要拍的时候呢，停下来，或者在平坦的路上你可以拍一下，否则的话这些山路真的是做两件事，同时做两件事情的话，小 F 会觉得比较危险，好吧？所以租摩托车的功率很重要你自己骑行的技术很重要，然后自己的这种关注点自己的安全意识很重要。如果你有这3个的话，我觉得骑行泰国的一些山路呀，我觉得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那最后一段呢，其实小 F 没有去最后它标志的这2个景点，一个是 Coco Valley， 还有一个是一个 Mushroom Farm， 就这2个地方小 F 是错过了，因为当时就是最后一天嘛，我只是找了一家这个村子里面的这个酒店加早餐那个地方，喝了杯咖啡，然后吃了一下早午餐，然后想一门心思就要把车开到这个市中心来，就是好好享受一下这地里的这个生活再说一下住宿的问题在难府的时候呢，其实我都是选择这种民宿呀，或者是度假村呀来居住。那在骑行的路当中呢，小 F 都是带着帐篷在这个山里面驻扎，找营地睡在这个山里面，就接受大自然的能量，非常的棒。这个也是小 F 这次骑行的目的而且你也不用担心找不到营地因为这一路上真的很多地方，你不想搭帐篷的时候，其实也有很多的农家乐呀、村里的这种小木屋呀，都可以去提供你的。但是一般的山里面的农家乐要比市区里面的度假村呀、酒店呀要贵很多。这个路难走嘛，你们知道的，越是山里面的这个价格贵一点也就 OK 了，可以能理解。但是一般的话，他们也会包括这个住宿，再加上这个早餐或者是晚餐，你都可以限点。最后一天，小 F 把这个线环下来，是经过那个101大道嘛？这条大道就是直直的，有一点点小的弯曲，但是基本上是没有问题。只要你专注力不要太松懈的话，不是非常累的话，我觉得这60多公里的话，可以一下子开回来。开到难府你就很轻松啦，找一间这样的民宿。ไปที่ไหน哎呀呀呀呀呀然后附近都可以用走路步行的方式去到这个晚上的步行街呀、周末的夜市呀，还有这个附近的一些小的一种咖啡店呀，你都可以很享受。好啦，那这支视频就啰里啰嗦，我也不知道有没有逻辑那希望给到你们喜欢骑行的、喜欢开车进山里面的人一点小的提醒哟还有下支影片呢，那我也会给你们介绍一下我选择的这一个民宿。老板娘呢20年前去过上海，跟她稍微聊了一下，也很有意思。如果你们喜欢那种老屋的风格、木结构屋子的风格，那这家民宿我也推荐给你们，好吧？那期待小 F 的下支影片喽。这支影片就这样，拜拜。